云舒姐，只要你怀上孩子，立马就能成为府里的姨娘，也是半个主子了。孩子哪里说怀就能怀的？少奶奶进门都3年了，还没动静呢。前世卷到中层被裁，跑外卖第1天就干了，穿越过来好不容易躲过职场性骚扰，又被夫人催生，烦死了。韵律系统绑定。韵律系统，宿主，系统将持续监测您的生理周期，并在易受孕期提供提醒，但能否成功受孕取决于您的身体状况与时机。云舒姐怎么了？韵律系统，未来职业生涯的最大疑虑解决了。好了，就泡到这儿吧，赶紧帮我弄干头发，梳妆打扮，别到时候反让世子爷等待。是。长得是真俊美无双，又有气质，服侍这种男人不算亏。世子爷，安置。真清冷啊，眼神都不带变一下的吗？灭灯。府里何时有这个规矩了？丫鬟侍寝也要验贞洁。回世子爷，是没这个规矩，但奴婢觉得有必要，免得被人泼脏水。任何工作留下证据都是第一原则。是个长了脑子的丫鬟。奴婢告退。根据宿主记录的体温与体征，今日在易受孕期，受孕概率较平日提高，但仍需等待生理周期确认。易受孕期，这么赶巧，真好。世子1个月才宠幸1次，这次碰上了易受孕期，已经是运气了。不过，系统，世子一直没子嗣，是不是他身体不行啊？宿主，世子身体没问题。没问题？也是，太医都看过了。那之前一直没子嗣，就只是行房时间不对劲儿，还是有人暗中使坏？孩子的孕育需要父母爱意的滋养，请宿主收集宠爱值，为宝宝浇灌营养，让宝宝更好的成长。宠爱值可用于兑换保胎丸等滋补药品。宠爱值还能兑换保胎丸？那有人想害我的孩子就没那么容易了。新手紧急任务，3日内获得500点宠爱值，奖励5000点宠爱值。3天500点，天哪，地狱级任务！哟，瞧着高兴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云舒已经有好消息了呢。明明我闺女也样样出挑，梳头的手艺、女工都比云舒强，可在夫人那儿一直被云舒压一头。现在世子也先选择云舒。苗婶子，谢您夸奖了，我也盼着快点有好消息呢。云舒姐，按照世子的规矩，您往后3天可就空着了，倒是我正好排在您后头，也算沾沾您的喜气。红菱妹妹这消息倒灵通，不过第一趟水总比在后头等着强。我先趟趟路，回来也好给你讲讲，免得你去了再出错。你云舒姐，谢谢你了。没事儿，咱们一直都是好姐妹。云舒姐，路是您先趟，可别光顾着走，忘了看脚下。妹妹说的是，那我更得走稳了，后头还有人跟着学呢。红莲妹妹，我还要去给老夫人请安，就先走了。姐姐先走，妹妹随后到。闺女，这个红林，你以后更要小心她了。一旦你得了脸面，小心她背后使什么阴招害你。娘，你也要警惕，她动不了我，恐怕会从您那儿下手。我？您和苗春梅可都是厨房采办，您若因疏忽出了岔子，被夫人责罚，我也跟着受损。咱们是一家人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夫人这是故意的，让我和苗春梅互咬，又让你和红林斗着。夫人最擅长的不就是平衡与制约？她选中我和红菱，不也是看中这一点？好孩子，昨夜伺候世子爷有功，只要你怀上，我直接给你除了奴籍。夫人说的是，云舒姐若真能怀上，那可是府里的大喜事，奴婢先给夫人道喜了。你倒是个懂事的，
世子爷到。母亲，正好，我准备让云舒和红菱去你身边当贴身丫鬟，这样我的机会就更多了，一定要抓住机会。太好了，这样的话就能每天待在世子爷身边，获得宠爱值就更多了。母亲，儿子不喜丫鬟近身，此事我与柳氏会安排，不劳母亲费心。不孝子啊！夫人的安排都拒绝，让柳氏这少奶奶安排，那我还能有好了？世子爷拒绝了，云舒，你要怎么出招？我的宠爱值啊！为了宠爱值，为了养崽，拼了！奴婢斗胆，请求世子爷晚上再让奴婢近身伺候。奴婢这2天是易受孕期，想为世子爷增加受孕的机会。你怎么知道自己这2天易受孕的？找谁算的？准吗？是奴婢去世的祖母说的，她还根据奴婢的小日子规律，给奴婢推算了每个月的日子，让奴婢记下来。这易受孕期闻所未闻，儿子回头问问太医，而且也不符合规矩。谨言，不用问太医。云舒的祖母是教坊司出身，懂这些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你成婚3年没子嗣，娘都要急死了。既然每月都有，便下个月再改规矩。下个月黄花菜都凉了。世子爷，如今情况有变，在守旧规，便是墨守成规，固步自封。对，就是这个理儿。有胆识，那以后1月2次，但妾室太多，必须精简。红菱，你不用当通房了。世子爷，求您收下奴婢，否则奴婢没脸面活下去了。以死相逼，不成体统。谨言，可以先留下个名头。你敢断我的前程，我必要了你的命！少奶奶到。若主，你来了，正好。关于侍寝的安排，云舒，你在世子爷面前出了风头，但在少奶奶面前，你也敢吗？我没意见，都听母亲和世子的安排，一切都是为了子嗣。既然有好办法，就得做出改进，希望府里能快点有好消息传来。少奶奶竟然同意了。既然如此，侍寝排班即刻更改。云舒，月初2日；若竹，月中5日；周过2日，月末2日，隔月轮迭。时间有了，接下来要赚宠爱值了。世子爷，奴婢告退。后院已经落锁了，你歇在隔壁。谢世子爷体恤，奴婢告退。任务应该完成了。看来他早就已经吩咐人安排好了，比第1次有进步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同时触发隐藏条件，让世子为你破例，额外奖励宠爱值1000点。获得世子留宿许可，认可度提升，奖励宠爱值200点。当前总宠爱值7710点。2次任务奖励，3次睡觉奖励，每日签到，嘿嘿，收获不错。不过现在还不是兑换的时候，孩子还没成型呢。万一有人不想世子有后，我一旦怀孕，肯定会成为靶子，必须多攒点子弹应对危机。世子爷，奴婢为您更衣吧。你换的什么熏香？奴婢用世子爷这里的香料自己调的，奴婢跟祖母学过一些调香手艺。获得世子认可，奖励宠爱值100点。世子爷若是喜欢这香味，奴婢把香方给庆和，让他以后都用此香为您熏衣。宿主知情识趣，奖励宠爱值50点。我悟了，对付这种禁欲系、严谨务实的领导，就得用专业征服他。这领导能处。哟，这谁呀？这不是新进的月初2日吗？怎么不在世子爷跟前伺候，跑我这儿来做什么？奴婢来给姨娘请安。请安？我可担不起。见了我不跪，这是不把我这个姨娘放眼里。姨娘误会了，奴婢真跪下了，倒是害了您的名声。您想，奴婢之前从不跪您，如今刚得了宠，您反倒让奴婢跪了，外人听了不得觉得您是心生记恨，故意搓弄？若传到世子爷耳中，怕是会觉得您小家子气。云舒，这是少奶奶给的生子药方，
既然你也是世子爷的妾室了，不能薄待了你。这碗生子汤你就喝了吧。刚来报道就要被请喝奶茶吗？这后宅的职场文化还真是够特色。系统，查查这汤药有没有问题。宿主，这汤药有问题，不能喝。姨娘，这汤药我喝了不好，万一里面有什么不好的东西，您岂不就有了要害我的嫌疑？什么？我好心让你喝，你居然觉得我要害你！来人，再拿个碗，我分一半与你同喝，这下你该放心了吧？姨娘，不如在府外找个大夫，检验一下这汤药和药渣，若没问题，奴婢自然会喝，也能顺道帮姨娘排除一下您身边的危险，您说是不是？姨娘，大夫说这药这里面有藏红花，长期服用可治不孕。什么？太可恨了！云舒，走，一起去少奶奶那儿，让少奶奶查清楚到底是谁要害我。是，姨娘。少奶奶，您可要给奴婢做主啊！奴婢的生子汤药被人下了藏红花，还不知喝了多久了呢。你今日是怎么发现汤药的问题？是云舒，这个丫鬟不简单。云舒，你做的不错，当记一功，谢少奶奶。少奶奶，不好了，溥仪他悬梁自尽了。你们都先回去吧，此事不简单，待我禀报了世子和夫人，请他们一起决断。太可恨了！不光周姨娘、郭姨娘，就连若竹的汤药里都被放了藏红花，这是要让你无后啊！府医那边的线索，儿子会让人往深了查。我看八成是祝姨娘。7年前你大哥战死沙场，你又身受重伤，他就动心思想让我把老二寄到名下当世子。还好你争气，可他们还不死心。没有证据之事，母亲还是不要多言，被父亲听了去，吃亏的还是母亲。我也就和你这么一说，若不是云舒机灵，还发现不了。他立了大功，你这2个月就多宠幸他。规矩不可再三更改。夫人，祝姨娘那边来报喜，玉儿少奶奶查出身孕了。你说她是不是故意的？我这边刚查出来你的妻妾不能生，她就让人来给我报喜，她这是要气死我！你这次必须听我的，多多宠幸云舒的丫鬟，一定要让她尽快怀上孕。你大哥要是还活着，你大嫂当年肚子里的孩子要是能保住，我也不用这么愁你的子嗣问题了。我不管你怎么想，云舒那儿你必须给我上喜。儿子知道了。新任务发布，5天内成为陆谨言的贴身丫鬟，奖励5000宠爱值。5天，时间有点紧啊。你收拾的。回世子爷，是奴婢。世子爷可要安置？周姨娘让你喝汤药，你怎么想到要让府外的大夫查验汤药是否有问题？你知道府医有问题。回世子爷，奴婢以前被人用汤药害过，差点死掉了。从那之后，只要不是主子赏赐的汤药和食物，奴婢都会很谨慎的验过才会入口。选府外的大夫也是想图个更保险而已。安置。世子爷，奴婢知道您是为顾及夫人才召奴婢的，子嗣重要，但您的身子更重要。奴婢今晚不敢再要您宠幸了，只盼着您好好休息，让奴婢在这儿躺一会儿就好，好不好？攻心为上，奖励宠爱值600点。去旁边躺着。攻心，永远的神。这男人也太闷了，不逗逗他都对不起今晚的机会。哎呦，世子爷，你弄疼奴婢了。世子爷，奴婢怕有人听枪响，故意制造点动静。你是把世子府当戏台子了？够了。这就行了吗？会不会时间太短了？世子爷，为了逼真，容奴婢冒犯一下。世子爷，你让人端水进来吧。
来人，作妖的是他，装柔弱的也是他，这丫鬟太能折腾了。云舒姑娘有本事啊！世子爷，时辰还早，奴婢害怕再遭毒手，能让庆和送奴婢回去吗？允了。谢世子爷。你这丫头倒是会挑时候过来。奴婢闲下来就浑身难受，还是伺候夫人有劲。说起来，奴婢有个大胆的想法，想先和夫人通个气儿。哦，说来听听。奴婢想试试，看能不能当上世子爷的贴身丫鬟。想法是好，只是谨言他性子犟，所以奴婢才想自己试一试，不敢再劳烦夫人。若能成，是奴婢的造化；若不成，也免得夫人为难。好，有志气。你要是真能办成，我重重有赏。你这谨慎的性子很好，凡事小心。谢夫人，还请夫人为奴婢保密。去吧。云舒，看看爷给你买的玉簪子，上好的碧玉，好看吧？四少爷，奴婢现在是世子爷的通房丫鬟，你这是在冒犯世子爷。世子爷的通房？你说世子要是知道你一边伺候他，一边跟别的男人眉来眼去，他是会处置我，还是会先把你这个脏了的丫鬟给发卖了？只要你听我的话，现在跟我来。云舒姐，你在这里啊，周姨娘找你呢。好妹妹，今日之事烂在肚子里，先下去吧。闺女，你别信其他人的话和信件，小心掉进陷阱里。以后给家里传信，就写上那个特殊标记。衣服和熏香一定要自己经手，这样的家人是我的盾，又何尝不是我拼了命也想守护的人呢？贴身丫鬟的任务可就最后2天了，宿主你就干等着。应聘工作，求请书必不可少。我赌世子爷的品行端方，更赌他的掌控欲。他自己的东西不容旁人如此轻贱觊觎，现在只差一个递信的时机。主子，这是云舒姑娘让奴才转交的信。这几日您总是不满意，小的实在没辙了，他就给了小的这封信。这是另一种邀宠方式，不光有心思，还是个肯下苦功的。有点意思，但仅凭这个就想来我身边，太有手段的丫鬟只会是麻烦。大人，云舒姑娘那边，她给你好处了？没有，真没有，小的退下。房管事，溥仪的事情查得如何？回世子爷，溥仪的家人都审过了，并无线索，奴才准备派人去溥仪的老家再查。陆飞扬那边呢？四少爷3年前就瞧上了云舒，云舒不从，想法子去了夫人身边。您信里看到的属实。世子爷，关于云舒姑娘的事，小的还有一事要回禀。云舒在被指给您之前，和府里的记侍卫往来很密，府里这2天开始传出一些这方面的风言风语，自备原怕，主动投诚。原来如此，不光是为了展现能力，更是为了防着这一手。好一个走一步算3步的丫头。知道了，无事退下吧。云舒，
等季侍卫办完差事回来，得知你已经成了世子爷的通房丫鬟，他可要黯然伤神了。这就是你对我的报复手段，散播谣言，毁我名声。先散播谣言，再制造伪证，最后污蔑我怀的不是世子爷的孩子。红林，你的算计不错，可你不该选季大哥，因为季大哥的娘亲是我的干娘，他是我的大哥。你把我和我大哥放一起说事，就是人伦失序，你不觉得可笑吗？下次想泼脏水，先搞清楚一点，免得弄得自己一身骚。幸好这一步我早就布好了。走，去少奶奶那里，咱们要把这事儿掰扯清楚。是这样吗？就算他认了干娘又如何？说不定他早就和季勇暗通了呢，已经不贞不洁了。回少奶奶，奴婢第一次伺候世子爷时，也垫了原帕证明贞洁，世子爷有看在眼里。原来是这样，红林，口无遮拦，罚你3个月月银，禁足10天，抄府闺女戒30遍。谢少奶奶为奴婢做主。宿主，恭喜你，现在有一个超级大的惊喜出现了。什么惊喜？宿主，因为你这次陆续排出了2个卵子，形成了2个受精卵，它们已经变成2个小胚胎，在你的子宫里着床了。2个，养1个就已经够难了，现在2个，这压力也太大了。你们2个既然选了我，那我就更不能输了。这份工我拿定了。主子，午后花园之时，云舒姑娘将红绫扭送至少奶奶处，少奶奶罚了红绫月银禁足。我的东西轮得到你们来审来罚？收拾出来一间房给他。大人，通知云舒来我身边做丫鬟。是大人，小的现在就去。世子爷也该下衙了，再等半个时辰，若还没消息，我就必须主动出击了。云舒姑娘，云舒姑娘，快收拾一下东西跟我走吧，世子爷让您当他的贴身丫鬟呢。我能不能把绿柳一起带过去，让她做洒扫丫鬟？院里就我一个丫鬟，多有不便。这个小的做不了主，不过姑娘去请示世子爷应该没问题。恭喜宿主任务完成，5000宠爱值到账。丁，目标人物满意度上升，宠爱值加50。世子爷，奴婢谢谢您的宽容大度，谢谢您的庇护之恩。起来吧。世子爷可要安置？奴婢还没给世子爷守过夜，还摸不准世子爷的起夜规律，可能不用你守夜，你只负责白日的起居安排就可。多谢世子爷体恤，奴婢告退。为何笑得这么开怀？因为世子爷是奴婢见过最好的主子了，想到以后每天都可以这样叫世子爷起床，送世子爷出门，盼世子爷归家，就觉得很高兴，奴婢就忍不住想笑。丁，彩虹屁攻击有效，宠爱值加500。云舒，快说说，你怎么就让我那犟种儿子同意了？奴婢给世子爷写了一封陈情信。我之前说你成了世子的贴身丫鬟就重重有赏，你想要什么赏赐？夫人，奴婢确有一事相求。
这几日府里有关于奴婢和季侍卫的谣言，还请夫人严查，还奴婢清白。回头我让管家严查，乱嚼舌根的，一律打板子发卖了。多谢夫人为奴婢做主。云舒小心肝儿，本事不小啊！啊，四少爷，奴婢现在是世子爷的贴身丫鬟，请您自重。云舒姑娘，世子爷院里要修缮，请您去做个监工吧。是。姑娘，老奴先回去复命了，您自己小心。多谢房管事。云舒，你还好吗？世子爷让我当他的贴身丫鬟，我也是找到靠山了，挺好的。你也别在我这儿犯傻了，赶紧回家去看干娘吧。娘，不把云舒那丫头弄到手，我睡不着。急什么？明日就让你如愿。不过事后他可就活不下来了。正好也让你大哥看看他护着的东西是怎么主动爬上你的床的。娘满足了你的心思，那你也要听娘的，老实一段时间，否则世子那边发怒，娘也护不住你。娘，你说的世子算个屁呀！世子之位早晚是我哥的，你也会成为老太君的。娘还年轻着呢，什么老太君，净胡说。今天国公爷回府了，晚宴你老实点，切不可胡言乱语。娘，我知道，一定都听你的。明天你可一定要把云舒送到我床上。哼。世子爷，您上朝后，奴婢被夫人叫去，之后在回廊碰到了季勇，奴婢已与他划清界限。季勇，奴婢之前从未奢望能成为您的同房，与季大哥之事，爹是父母之命，如今知道了。奴婢如今既是您的人，对他便绝无半点男女之情。叮，彩虹屁攻击有效，宠爱值加300。这闷骚的性子真是太可爱了。世子爷，今天奴婢又碰上四少爷了，他对奴婢贼心不死，要不是房管事及时出现，奴婢恐怕他这样三番两次，实在欺人太甚。他已经对你动手动脚了。他的小厮在外面盯梢，他想把奴婢拖到假山后。陆飞扬那边我会处置。有世子爷这话，奴婢顿时放心了。世子爷真好，情不自禁，容奴婢冒犯一下。奴婢现在觉得好安全，好幸福，一点都不害怕了。叮，宠爱值加100。随我去晚宴。是。怎么回事？看着又清简了。云舒，我交给你一个任务，把世子喂胖一点。奴婢遵命。都给老子听好了！只要世子能有儿子，不论嫡庶，这爵位必然是他的，谁也别肖想。我怀的不是2个崽子，这是世子袭劫的通行证啊！这场保卫战要拼命了。世子爷，奴婢斗胆问一句，奴婢今晚能侍寝吗？
为何？少奶奶那边要调养身子，奴婢想尽快能怀上世子爷的子嗣。你倒是胆子大。是世子爷惯的。丁，新任务发布，1个月内彻底解决四少爷的骚扰问题，奖励5000宠爱值。宿主检测到危险临近，请一切小心。要对我下手了吗？也好，硬碰硬不可取，得想个万全之策。那就先龟缩着，以不变应万变。这是做什么？请世子爷惩罚。奴婢思来想去，昨夜无论是拥抱您，还是斗胆求您留下，都实在是放肆，没了规矩。奴婢自请禁足。禁足不必了，下不为例。丁，目标人物满意度上升，宠爱值加200。多谢世子爷宽容。世子爷，您真是奴婢见过最好的主子了。可奴婢还有话说。好生说话，不要献媚。这闷骚男，拍马屁也算献媚？世子爷，奴婢自请禁足，除了认罪，更是为了自保。奴婢只是个丫鬟，挡不住四少爷。只要您进了奴婢的族，奴婢就是钻进乌龟壳里，谁也拽不走。挺不错的想法。丁，宠爱值加500，谢世子爷夸赞。奴婢也是想给世子爷少添心思。奴婢不出去，不光能避开四少爷，也能避开其他的阴谋。你就不怕传出去你被禁足一事，你会失了脸面？在生死面前，脸面算什么？只要您不厌弃奴婢，奴婢什么都不在意。我已自请禁足，以此避开四少爷。若府内传言我被罚或出事，切莫惊慌，此乃自保之计，让爹娘安心上宫，万事有我。在这吃人的府邸，消息传得比瘟疫还快，我得先给家里打好预防针，免得他们乱了阵脚，反倒成了别人的筹码。绿柳，把这东西亲手交给我哥，记住，若有人问起，就说是我被禁足了，心里委屈，给家里报个平安。姑娘放心，奴婢醒的。夫人有急事，耽误了你担待得起吗？秋菊，你也别着急。虽然夫人有急事召见我，可世子进了我的族，我也不能违背世子的命令前去见夫人。这样吧，我让绿友跟你回去复命，可以让绿友传给我。先不用了，奴婢这就先回去向夫人复命。去告诉夫人，秋菊有鬼。是。死人了！秋菊投湖了！姨娘，秋菊被找到了，死在荷花池里了。某一个禁足竟撞到了乌龟壳上，看看云舒的家里人那边有没有突破口，让他们出点乱子，别让他舒心了。少奶奶，听说云舒是因为伺候时没了规矩，过于献媚，才被世子罚禁足抄书的。献媚？世子最厌恶女子争宠，若云舒真只会献媚，又怎能让她如此另眼相看？我竟看不透这丫头。秦嬷嬷，待世子回府，请她过来一趟。我也许久没和世子一起用膳说话了。世子爷，奴婢差点就见不到您了。你觉得秋菊是四少爷的人？奴婢觉得祝姨娘更有可能，四少爷就没这个心机，他脑子里只有睡女人那点肮脏事儿。奴婢真想阉了四少爷，让他变太监。也不是不行。世子爷，真的吗？真的能把四少爷阉割成太监吗？这个月就可以吗？我的系统任务啊，5000宠爱值的奖励呢？都没想着能完成。10天内让你看到结果。世子爷，奴婢真是好爱你啊！奴婢要一辈子伺候世子爷。字不错，心性更不错。丁，宠爱值加500。世子爷，要摆晚膳吗？不用，我去梧桐院用膳。世子，我和周姨娘还有郭姨娘都因汤药问题暂时没法怀孕，妾身想云舒被如此针对，也是世子爷独宠她之故，不如世子爷让红绫侍寝，也能分担一二。你今日喊我一同用膳，就是想说这个？世子为何不悦？红绫也是通房丫鬟，她一直不侍寝，也说不过去。我不喜红莲，
他太过心野又阴毒，你对他的处罚太轻了。世子如此厌弃红灵，是因为他污蔑云舒。世子为何对云舒如此另眼相待？这还不够，我不喜看见后宅争斗，尤其是越过底线，要弄死彼此。云舒接连侍寝，红灵一次机会也没有，难免心生嫉妒，言语间就失了分寸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世子，你突然收云舒当贴身丫鬟，就连我也意外，甚至有些吃味。世子为何对云舒如此另眼相待？他守规矩，有分寸，人也聪明。守规矩？世子爷罚他禁足，不是因为他献媚没了规矩吗？禁足是他为了自保使出的手段，并非不守规矩。难怪世子如此看重他，他的确聪慧。继辅一之后，他又帮着咱们除掉了幕后黑手的一个棋子，当赏才是。连红灵这个通房都被他彻底废了，一个云舒竟让他护短至此。大理寺查了3天，秋菊不是家生子，线索断了。父亲不惜府内草木皆兵，已让人回去了。又是这样，辅一死了不了了之，秋菊死了也不了了之，这国公府的水比那荷花池还深。奴婢明白，没影的事查下去只会让主子们心烦。奴婢这几天禁足，倒是想通了许多。你想通了什么？想通了，与其等贼人上门，不如先给自己扎好篱笆。世子爷，奴婢白日无事，能去书房借本书看吗？顺便帮您打理打理。你字跟谁学的？跟我祖母学的。奴婢祖母以前也是官家女，从小饱读诗书的，读书和练字要求严着呢，偷懒就要挨柳条抽。那又是何人教你书写文书？你写的求职信也算是公正。我大哥教的，他就在府里的文案房做事。世子爷，我不是要吹枕头风啊，我是举贤不避亲。我大哥江福安在文案房瓮官那边做事，几个幕僚都让他代笔写公文的。既然秋菊的事查不清，那奴婢身边，世子爷身边，总得换成最信得过的人才行。若他能来您身边，不仅文书稳妥，更是绝对的忠心。为你家人谋好处，你倒是一点不谦虚。那是因为我家人值得，他们和奴婢一样，守规矩、知分寸、有实干。他若真有本事，可以如你所愿，明日拿他的文书来看看。宿主，因为你吹枕头风的行为，你触发新的任务了。这次是系列任务，名叫家人守护。什么意思？系列任务奖励多吗？作为一个镇妈妈，不管是怀孕的你还是产后的你，都需要家人的支持和守护。你的家人虽然对你有满分爱意，但他们现在职位太低，对你帮助有限，请你帮他们努力升职吧，他们后期会反哺你的。宿主帮助你大哥获取世子身边梳理工作，奖励5000宠爱值。这就是妥妥的双赢啊，我喜欢。云舒，你看，我终于完成了。闺女，爹去了趟毒坊，赚了10两银子。爹，明知是坑还跳，会被埋的。谁带你去的毒坊？都做了什么？他们都说了什么？给我写清楚，我回头交给世子爷。丁，触发新任务，帮助父亲成为世子眼线，奖励2000宠爱值。赚麻了。明日让他这个时辰过来。通过我的考教，便可调到我身边当文书。谢谢世子爷。世子爷，奴婢没有骗你吧？我大哥在下人中的学问绝对是最好的，有他在，能为世子爷分担不少的琐事，让世子爷有更多的时间休息。我刚才在做什么？竟被这不规矩的丫鬟传染了。闷骚世子爷对我越发上心了啊！爹的事还没跟世子爷说呢。世子爷，我爹被人故意引去毒坊了，奴婢想让他给您当眼线。让你爹当眼线，你不怕你爹有危险？不当眼线，他也已经被那些人盯上了。与其被动挨打，不如将计就计，反向利用一下。只是奴婢有一事相求。你想求什么？奴婢想求世子爷派个人暗地里盯着点儿，一是监督我爹，二呢，关键时刻也能捞我爹一把。我怕他再被人灭口了。可以。谢谢世子爷。云舒姑娘，江大哥的考教过了。世子爷说今日就让他来报到。知道了，多谢你来报信。恭喜宿主
完成任务，帮助大哥获取世子身边书吏工作，5000宠爱值到账。云舒，来尝尝这个厨房新做的桂花糕。夫人真是太抬举奴婢了，奴婢都心慌了。要是奴婢这2个月怀不上，奴婢以死谢罪的心思都有了。你这胡说什么呢？我是盼着你这2个月能有好消息，但没有也正常。他们都入府多久了，还一直没能怀上呢？奴婢明白，但奴婢也是真是怕。奴婢昨夜梦见自己掉进荷花池，本以为没命了，谁知竟游来2条金色的小锦鲤，硬是把奴婢给拖上了岸。锦鲤救母，这定是胎梦。2条金色的，你这梦是吉兆啊！锦鲤可是祥瑞，我那2个小孙儿在护着亲娘呢。好孩子，以后这库房里的补药你尽管挑。世子爷这般看着奴婢做什么？世子爷这般看着奴婢做什么？我在想，你给母亲讲的锦鲤梦是真还是假？她被你哄得很开心。世子爷，奴婢说的是真的，这样的梦，奴婢可不会胡乱编。你运气是不错，说是祝姨娘等人的克星，也不为过。奴婢也就小克他们一下，他们对下人毫无怜悯，损失了人手也只是气恼而已，不会真的痛。等世子爷出手了，他们才会真的痛了。他杀了我。陆飞扬，这断根之头激起你害死的那些命，如何？老二一家是想让我绝后吗？什么嫡庶乱序，我看他是想让老子断子绝孙。哎呀，老四这伤的，云舒啊，快扶着我点儿，我这心里也难受的紧。别笑，真的好辛苦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奖励5000宠爱值。系统提示：大仇得报。还没笑够，再笑就成傻子了。奴婢实在是太开心了，忍不住嘛。世子爷，您看四少爷那鼻青脸肿的样子，没蛋的滋味，他这辈子都忘不了。他确实和别人都不一样。世子爷，奴婢先告退了。好生歇着吧。系统提示：世子爷对你有那么一点点心动喽。恭喜宿主，世子爷好感度达到40%，宠爱值加200到账，搞定领导的第一步，让他习惯我的存在。好感度这种东西，只要我工作做得好，还怕不涨？臣弹劾户部尚书刘裕、镇国公陆征教子无方，纵子行凶。陆家4子与刘家幼子在赌房争斗，致一人阉割，一人重伤垂死，荆棘哗然，实乃朝堂之耻。国公爷，老四他已经那样了，朝堂上那些人还不依不饶，非要弹劾您，这50棍下去是要他的命啊！他活该，在赌坊先挑衅刘家小子，还让御史台抓住把柄，管好他，再惹事儿，下次丢的就是脑袋。姨娘，你说这事邪门不邪门？四少爷出事的时候，云舒他爹江光海也在赌坊，府医、秋菊，如今又是四少爷，怎么谁沾上他家都没个好结果？江光海那边让人继续盯着，还有让苗春梅赶紧行动。云舒那丫头邪门的很，害不成她别把自己栽进去。娘，你都向祝姨娘投诚了，哪能什么都不做？你不做，祝姨娘也不会放过你。要是能让马翠兰犯错，连带着云舒也被罚，不光报了仇，也能被祝姨娘看重。好，富贵险中求。夫人，奴婢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。哦，你这小嘴，且说说好在哪儿？奴婢看这色泽，红而不妖，宛如雨后霞光；看这形状，丝丝分明，竟无半点杂质，入口更是清甜软糯，顺着嗓子眼滑下去，浑身都暖和了。夫人，您对奴婢真是太好了，奴婢觉得这不光是燕窝，更是夫人的疼爱呢。你这丫头，夸个燕窝都能夸出花来，本来就是嘛。不过你说的对，这次翠兰办差确实用心，这血燕品相是极好。夫人，不好了，二少奶奶吃了厨房送去的血燕，直接吐了，太像不稳了呀！系统任务触发，帮助娘亲度过燕窝危机，任务奖励2000宠爱值。好你个马翠兰，你竟敢拿次品血燕糊弄主子，甚至想谋害二爷的子嗣！夫人，奴婢采购的血燕绝无问题，
没问题，二少奶奶都吐了，我这儿还有你藏下的劣等血液袋子。夫人，您别听云舒胡说，她跟马翠兰是亲母女，她刚才那些夸奖，分明是母女连心，合伙骗您呢。老蠢货，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云舒一个丫鬟，她懂什么品相？她只要说是好的，您就信了？她这是拿您当傻子耍呢。苗管事这话说的，奴婢虽然没见识，但舌头总是不骗人的。夫人刚才也觉得好，难道夫人的眼光也不准吗？苗春梅，你的意思是我也在合伙骗自己？奴婢不是那个意思，一定是马翠兰给夫人的这碗是真的，给二少奶奶的是假的。那就查，二少奶奶打碎的那碗残渣呢？苗春梅，你手里的袋子呢？怎么会变回来了？夫人，奴婢做事一向求稳，送去二少奶奶那里的血燕，奴婢专门请李婆子在旁边看着炖的。至于苗管事手里这袋，奴婢也不知道他从哪儿翻出来的好货。够了，戏弄主子，栽赃同僚。苗春梅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把这满口胡言的贱婢带下去，严加审问。马翠兰，你受委屈了，往后这厨房的大管事就由你来当。谢夫人恩典。夫人英明，奴婢就知道，只要有夫人在，谁也别想翻了天。娘，您刚才真是威风极了，这大管事的位置非你莫属。威风啥呀，淑儿，娘这心里扑通扑通跳得厉害，这大宅门里的算计真是杀人不见血。娘现在总觉得这脑袋像是挂在裤腰带上，随时会掉。对不起娘，若不是我非要争宠，也不会把您和爹也拉进这把心里来。傻孩子，说啥呢？不争宠，咱们娘俩早就被那些黑心肝的踩死了。有富贵才有盼头，只是你虽有世子爷护着，也千万要像以前一样谨慎，记住了没？记住了，娘。夫人饶命啊！奴婢冤枉！完了，全完了！祝姨娘不会救我们的。云舒，你害了我娘，还要抢走我们的一切。云舒，既然活不了，那就一起下地狱吧！云舒，你给我出来！玉柳，去告诉门口小厮，把他撵走。我和一个疯子没什么好说的。主子，他看起来不太对劲，不要和死到临头的傻缺论长短。你不让我活，我也要拉你垫背！红林，你果然还是选了最蠢的一条路。我诅咒你，你不得好死！你这种靠爬窗上位的贱人！堵住嘴，捆上，押去夫人那里。红绫刺杀，吓着没？有世子爷的威名镇着，奴婢胆子大得很。不过，世子爷，3天后去相国寺，您陪奴婢去吗？母亲定的日子，自然要去。听闻那里的送子观音很灵。灵不灵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一旦怀孕，正班和兼职都没法干了，也极可能直接被世子爷打入冷宫。现在身份卑微，还是个奴籍呢，怀个孕，即使有生子系统帮助，可还是……想什么呢？担心会受迫害。世子爷，奴婢还真不担心受迫害呢。奴婢现在都觉得自己有金鲤保护了。可是，奴婢担心自己真怀上了，世子爷就不要奴婢了。什么叫你怀上了我就不要你了？你觉得我会去母留子？世子爷误会了，奴婢是怕怀了孕就要搬出去，到时候想见世子爷一面都难了。世子爷那么忙，奴婢一个妾室，哪能像现在这样天天陪着您呢？说吧，想要什么？别绕圈子。世子爷，奴婢想求个恩典，等奴婢怀了孕，你也要每天来看看奴婢，好不好？别卖惨了，我知道了，到时候会每日都去看你的。春梅那个废物，没除掉马翠兰，倒送了他们一场大富贵。现在全府都在传，那贱丫头是锦鲤转世。姨娘，外面传的神乎其神，说云舒怀的是双胎锦鲤，能给国公府带来大气运。夫人现在简直把她当祖宗供着。气运，我偏要让她变成灾星。既然她想造势，我就让她从高处摔死。夫人3日后要去相国寺上香吧？是，26宜出门。去，联系相国寺的慧觉，告诉他，我要让那个锦鲤在佛祖面前变成吸人精气的水鬼，我要让他再也回不了这陆府的大门。系统承不起我，这软垫坐着就是舒服。不过总觉得这清净之地藏着股不怀好意的味儿。婆婆真是太给云舒脸面了，若真让她怀上双胎，这府里哪还有我的立足之地？
我还是姨娘呢，回话都要跪着。看到那两人没？那是宫里的公公，看来是有贵人在此。去问问今儿个相国寺是哪位贵人来了。回夫人，是长公主在此为王女做法事，传令下去，只在前殿上香，切莫惊扰长公主。哎呀，云舒你怎么抽了个下下签啊？这也太不吉利了！求子求到下下签，难道这丫头真没这个命？不是说有金里梦吗？这不应该啊！要不再抽一次？唉，看来这幕后黑手一定要弄死奴婢才能罢手啊！云舒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回夫人，奴婢刚才求签测的并非子嗣，而是测奴婢是否还会遭毒手。这抽中了个下下签，果然是不吉之兆。几位女施主可要解签？我们这解签最好的慧觉师傅正有空呢。女施主，你那锦鲤梦并非祥瑞，而是水鬼化形。你身染邪祟，不仅克子，更会克国公府的气运，必须入寺清修1年，方可化解。水鬼，老秃驴在这儿等着我呢，停职隔离，做梦！夫人，既然大师说奴婢是不祥之人，那奴婢不回府了，就在隔壁尼姑庵清修吧，省得害了世子和国公府。一派胡言！云舒揪出毒药，整顿厨房，哪件不是功劳？我看是你这和尚被收买了，在此信口雌黄。女施主，您虽然身份贵公，但是也不能如此羞辱贫僧。哼，我们去找方丈。善哉，这位施主气息平和，澄净超然，竟是身具佛性之人。师兄，你刚才说他什么？敢问这位施主，可愿在寺庙中带发修行，一起研习佛法？装过头了？还是这个新来的大师也是内鬼，用这种新方式让我在寺庙里隔离？大师抬爱，奴婢只是个俗人，只想守着夫人和世子，不敢奢求修行。这位大师，你是说我这丫鬟身具佛性，并不是身缠邪祟？这位施主气息平和，澄净超然，让人见之忘忧，当然没有被邪祟缠身。这位慧觉师傅，你来说说。快把这疯猫抓走！这边怎么回事？长公主的法事正进行到关键处，被你们惊扰，法器坠落。若是怀玉郡主的亡魂因此被惊扰，你们如何担待得起？长公主息怒，妾身等人是被疯猫攻击才会如此，绝非故意惊扰。回长公主，都是因为她被邪祟缠身，才会把黑猫吸引过来，导致法事中断，还惊扰了小郡主的亡魂。好一个连环杀招！原来最终的死局设在长公主这里。奴婢云舒见过长公主，奴婢并未邪祟缠身，方才慧法大师还称奴婢气息澄净，与佛法有缘。奴婢怀疑是慧觉被人收买，故意污蔑。这丫头的气息竟如此澄净，让人心安。长公主，此女命带阴煞，这都是她的伪装。今日因她之故，恐已让小郡主再也无法投胎转世啊！长公主，云舒并非邪祟，这点妾身愿用性命担保。还请长公主严查慧觉，切莫让黑心小人损了您为小君主积攒的功德。丁，系统检测到长公主身上有破局的关键信息，你需要支付1万宠爱值获取，可要兑换？要。丁，系统检测到长公主已经有了身孕，只是孕期还早，还未诊断出，若是不及时保胎，还有流产的危险。长公主，就在刚刚，奴婢心里生出了一丝感应，小君主一直记挂着您，她已经回到了您的身边。请长公主回忆一下，最近是不是嗜睡多了些，情绪更易激动，想哭？若奴婢所言有假，甘受任何惩罚。去请刘太医。恭喜长公主，
确实喜脉。月月语，只是殿下急需静心安养，万不可再动悲痛之气。云舒，你今日有功，待本宫回府，自有后赏。把这个妖僧押送大理寺。魏绝，我埋了10年的妻子，就这样被一个丫头毁了，还让她攀上了长公主的高枝。姨娘息怒，就算她真的怀上了，距离瓜熟蒂落还有10个月呢，这期间什么意外都有可能发生。嬷嬷，我好难受，头晕。哎呀，姨娘发热了，快来人，请府医。夫人，祝姨娘那边叫了府医，说是气急攻心，发热晕过去了。我看这是被反噬了，心里别提多痛快了。夫人觉得是祝姨娘害的奴婢，8成是她。不过云舒，你记住，国公爷偏心她，宠着她，除非咱们有切实的证据能盯死她，否则往她身上泼脏水，说些似是而非的话，她一委屈落泪，只会让国公爷觉得是咱们冤枉了她。唉，老四陆飞扬刚刚出了事，国公爷的心更偏了。咱们先见招拆招，守好自己，不急着反击。不管是府医、秋菊还是慧觉那边，我会一直查着，总能找出破绽的。到时候争取一下子盯死他，把他赶出府，让他去山上清修。夫人给奴婢说这些，是对奴婢的看重，奴婢感动不已。奴婢行事也一定会更小心谨慎的。你今天在相国寺的表现就极好，被长公主责问，我都慌乱了，你还能稳得住，真不错。今日在寺里也没用上斋饭，你陪我用个晚膳吧。是，夫人。长公主府黄嬷嬷道：“云舒姑娘，长公主说与您有缘，改日再邀姑娘去公主府叙话。这些是赏赐的黄金、布匹和首饰。”奴婢惶恐，长公主太抬举奴婢了。云舒啊，等世子下衙，我就和他商议，把你的奴籍除了，抬你做姨娘。锦书院我都让人收拾好了。夫人，奴婢还没怀孕呢，就被抬为姨娘，是不是恩宠太过了？不如等确定奴婢怀上了再说。你这丫头想得比我还深呢。好，依你。天色不早了，奴婢先告退了。把长公主的赏赐给云舒抬走，先放在世子院子的库房里，等你搬了新院子了，再搬到自个儿的院子里。是，夫人。妹妹，如此被动挨打不行，没有千日防贼的，咱们得主动出击。大哥，祝姨娘有国公爷偏袒，咱们位卑言微，现在主动出击就是找死。能像今天这样钻空子往上爬，给自己积攒资源，咱们已经赢了。大哥，你的任务是跟着世子爷熟悉官场，等我除了奴籍，我就去求贵人恩典，让你3年后通过科举入仕。妹妹，这想的是不是太远了？一点都不远。今天我连长公主的大腿都抱上了，梦干嘛不做大一点？你要时刻准备着，圆了咱们祖母的念想。今日在相国寺，你机智破局，做得不错。世子爷，长公主赏了奴婢好多宝贝呢，奴婢都放您库房了，您替奴婢保管着。母亲说想抬你做姨娘，你为何拒绝？世子爷，奴婢不想现在被抬为姨娘，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奴婢不想搬出这个院子，不想马上从世子爷身边离开。随你。姨娘，四少爷醒来后又发脾气了，拿着针不停地扎丫鬟，差点把人给扎死了。既然你云舒佛缘深厚，那就让你去度过我那个疯儿子吧。国公爷，飞扬因为受伤，心中戾气太重。如今外面都传云舒这丫头佛缘深厚，能净化邪祟。为了飞扬，妾身想求您一件事。你说，我肯定给你办到。能不能让云舒去飞扬的跟前念佛经，每日半个时辰就够了，兴许能让飞扬心中的戾气化掉。行，我去和夫人说。老四戾气重，云舒佛缘深，去念个经怎么了？不过是个丫鬟，有什么名节可言？那是世子的通房，国公爷，您这是要把世子的脸面往地缝里踩吗？你去把云舒喊来。想拿我当出气筒，祝姨娘，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的死用。夫人莫气，奴婢愿去，只是奴婢想请夫人陪同，定下经书曲目，才好真正帮到四少爷。
恭喜夫人，恭喜国公爷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云舒姑娘确是喜脉，已有1月余。好，你真是个有福气的。我看谁还敢让你去那安扎地方！哈哈哈，好，世子有后了，当赏。全府打赏1个月月钱。这何须国公爷吩咐，妾身定然会厚赏云舒。云舒怀孕了，这念佛经一事就不必了吧？哈哈，当然不用了。夫人，你先带着云舒回去吧。老四这边，我找个得道高僧来给他念佛经去戾气。这笑声，我嫁入国公府这么久，从未听过。终究是旁人替他解了这子嗣的死局。奴婢见过少奶奶。哎呀，快免礼！你现在可是有身孕的人了，以后见了我都不用行礼，身子要紧。若竹啊，你来的正好，云舒怀上了，这以后住哪个院子，配什么下人，我正要和你商量商量。母亲，说实话，这方面儿媳也没有经验，生怕安排不好出了差错，儿媳不推脱，但全仰仗母亲您来定夺，儿媳都听您的。好孩子，既如此，我看世子景和院旁边的东跨院锦书院就极好。那院子有个小角门，直通世子书房，进出无需绕路主廊，最是方便。锦书院确实好，与世子住得近，世子以后想看小孩子也方便得很。至于伺候的人，贴身丫鬟配2个，有经验的嬷嬷2个，2等丫鬟、针线丫鬟、粗使婆子，再单设个3人的小厨房。孕妇嘛，口味变化大，得吃新鲜干净的。检测到少奶奶嫉妒值飙升，红眼病即将发作。不好，老领导这是要把我架在火上烤啊！现在还不能拉少奶奶的仇恨值，必须做减法。夫人折煞奴婢了，奴婢万不敢受如此厚待。怎么了？可是觉得人不够？夫人，人贵精不贵多，奴婢本就愚笨，人多了怕是管理不来，烦惹是非。恳请夫人将名额缩减1半，且容奴婢自己挑选几个用得惯的旧人，足矣。你这丫头太实诚，好，依你，都依你。这丫头倒是进退有度，是个聪明人。大哥，夫人准我自己挑人，这是名单，大嫂也在上面，你拿回去和爹娘商量。还有，你必须帮我盯紧咱爹，别让他被人吹捧几句就找不着北了。妹妹放心，大哥明白，你能怀上世子的骨肉，大哥替你高兴，但也怕你在这深宅大院里。丁，完成家人守护任务，为大嫂谋职，奖励2000宠爱值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这波稳了。大哥别怕，我现在可是国公府的重点保护对象。云舒姑娘，周姨娘院里的喜儿求见。云舒姐姐，求求你救救奴婢吧！他们要把奴婢调去四少爷园里做洒草，将奴婢催通于冯俊呀2人。奴婢的好姐妹差点被四少爷用针扎死，奴婢不想去，不想被折磨死啊！喜儿在兰香院时，她还帮我不少呢。起来说话。触发声望系列任务，救下喜儿，驱逐四少爷，奖励6000宠爱值。别哭了，我这就去回夫人，把你留在我院子里。四少爷那边，他动不了你。谢云舒姐姐救命之恩，奴婢愿为您做牛做马。丁，世子真诚感激，打赏红包1万宠爱值。世子爷，恭喜啊，你要做父亲了。也恭喜你，要做娘亲了。世子爷，祝姨娘让奴婢给四少爷念经，真是太坏了。你都不知道四少爷屋里有多臭，如果不是奴婢时运好，查出怀孕了，有国公爷压着，奴婢就算再不愿，也只能去四少爷屋里为他念经了。别怕，有我在。世子爷，国公爷不是要找高僧给四少爷化解戾气吗？您把这差事揽过来好不好？找几个嗓门大的高僧，日夜不停的给他念经，好好帮他洗洗脑。可以。世子爷，你可真是太好了，你这么宠着奴婢，奴婢会恃宠而骄的。有没有特别想要的？
奴婢什么都不缺，就缺一样。缺什么？缺世子爷的宠爱啊！世子爷，容奴婢犯一下好不好？想推开我，世子爷，我倒要看看你的底线在哪。你怀孕了，不能侍寝了。奴婢遵命。宿主，现在你的亲友都知道你怀孕了，他们对仔仔的爱意和期待也会化成宠爱值，目前每日可增加100。暴富的感觉真好。不过今天这孕吐，生个孩子简直是历劫。干娘，快免礼！干娘，我现在身边危机四伏，你可要好好帮我啊，要不然我这小命不知什么时候就玩完。姨娘，万不可说这么不吉利的话。你让奴婢近身伺候，当你的贴身嬷嬷，是奴婢的福分，奴婢一定竭尽所能，护姨娘周全。有干娘这话，我就放心大半了。两大阵营互相钳制，核心心腹各司其职，这锦书院现在才算是真正的铁桶一块。我的天啊，主子，郭姨娘给你送了1万两，奴婢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银票。收起来吧，银子固然好，但我现在求的是身份、地位和高级人脉。只要抱紧世子和夫人这几条粗大腿，银子自然会像流水一样自己送上门来，挡都挡不住。云舒，你行行好，拉我一把好不好？你是怎么让世子另眼相看的？我也想跟你学一学，以后你就是我师傅，我不听少奶奶的，只听你的。你的丫鬟陶红呢？陶红不让我过来，我就生气的不带着她出门了。职场上最怕遇到这种没点逼数还一心想偷师的奇葩同事，你学不会。咱俩抱团一起斗败郭姨娘多好啊！你为啥不同意啊？你也瞧不起我，没人瞧得上我，我好命苦啊！保命原则第1条，绝不和傻屈论长短。绿柳，送客。我好命苦啊！云舒，听闻周姨娘刚才来闹你了，你如今身子重，可千万别被她气着。少奶奶明鉴，周姨娘不是来闹的，她是带着玉镯来拜师的，说要学怎么让世子另眼相看。奴婢说她学不会，她就哭着跑了。当初给世子爷选妾时，就觉得要选个性子温顺老实的，可没想到竟选了个脑子缺根弦的，真是让人不知该气还是该笑。你啊，就好生养胎。周姨娘那边还有府里那些不干不净的流言，我会立刻处置好，绝不让你忧心。多谢少奶奶体恤。主子，传流言的几个下人被发卖出去了，周姨娘也被罚了3个月的月钱，再禁足1个月。少奶奶还告诫她多读书，长一长脑子。知道了。警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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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宿主，系统检测到你和孩子要遭遇生死危机了。花费1万宠爱值，可获得全面信息，可要兑换。要！半个时辰后，四少爷会派人来梅香院纵火，趁乱将你掳走，折磨致死。果然不能惹没卵用的男人，现在什么都没了，只想报复，必须将计就计，把他彻底按死。你看你这个好你怎么记就打了？是，快！为什么要备这么多水？别问了，快去！不好了，走水了！主子，你提前知道了？别瞎想了，赶紧带人救火！有坏人，快保护姨娘！江姨娘，主
系统给的底气，才敢以身作饵。快去请府医！快去请御医来！回夫人，江姨娘动了胎气，但问题不大。夫人，纵火和路人的都招了，是四少爷。好一个老四！去，把国公爷、世子都请回府。你觉得怎么样？世子爷不用担心，御医也来瞧过了，奴婢肚子已经不疼了，孩子也安稳了。世子爷，奴婢觉得自己真的有尽力保佑你。失火之前，奴婢正在画孩子的图画，忽然心生燥气，隐约间好像听到腹中胎儿在给我说：“娘亲，要水，要很多水。”世子爷听奴婢这么说，是不是觉得奴婢有点魔障了？可没想到，还没过半个时辰，梅香院就真的失火了。你这样并不是魔怔了，若非你有金礼庇护，今日劫难必然逃不掉。你就是有福气的。世子爷，奴婢觉得你以前不信这些的。既然真的能帮你化险为夷，我信了又何妨？世子爷能信奴婢，奴婢就知足了。好好养着，别想那些有的没的。世子爷，听说放火和要劫走我的是四少爷，国公爷会怎么处置他呀？你想怎样？要他性命的话，暂时不好办，可过个半年再让他死。奴婢本来觉得能把他赶出去就好了，可想一想，把他赶到庄子上，他没了束缚，只会更残暴地对待下人。那些奴才的命也是命啊。我知道了，你安心歇着，我去母亲那边处置这事。不是，世子爷，你真的领会了吗？世子，老四实在是疯魔了，才干出了今天这样的混账事。今儿个只要你给他留条命，随意你怎么处置他。世子，四弟被人阉割，又被你找的那些秃驴念经烦了半个月，他是有错，但也情有可原。更何况你那妾室和孩子都安然无恙，只是虚惊一场。四弟可是你的兄弟，你要是把他罚重了，与你名声也有损。父亲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按朝廷律法，陆飞扬谋害嫡兄子嗣，当判斩监候。既然父亲求情，可按尊长谋杀卑幼，杖100，徒3年。按家规，谋害我的子嗣，该被逐出家族，图谱除名。若父亲依旧要保他，那我只能奏请皇上，请皇上做主。谨言，你说的在理，你能留他一命已经够了。国公爷，妾身不想失去飞扬这个儿子啊！飞扬被人阉割后，容妃娘娘还传信说心疼他，如今他还要被逐出家族，以后真正是孤苦伶仃一个人了。容妃联系他，那我倒要进宫问问皇后娘娘，联不联系世子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才有的子嗣，还要被庶弟谋害？行了，都别吵了。就如世子所言，杖100，徒3年，从实逐出家族。明天就开宗祠，把他从族谱上除名。我宁愿死了，我也不去服徭役，我吃不了那样的苦，我都不是个男人了，活着也没意思了，让我死了算了。还想死吗？我可以成全你。主子太解气了，四少爷刚才差点被世子爷给抹脖子杀了，明日就会被扭送官府，杖100，徒3年，还会被逐出家族，族谱除名。这赚的远远不够啊！主子，奴婢听说四少爷要被逐出家族了，谢谢主子救命之恩，奴婢这条命以后就是主子的。快起来，你现在是锦书院的人，护着你是应该的。奴婢一定好好伺候主子，报答主子的恩情。云舒，去给江光海那边再加把火！他们又派人来引我上钩了，这可是咱们的好机会。他爹，你想怎么做？我就当个为了银子要害死闺女的混账爹，将计就计，让他们以为得手了。姨娘，
那个江光海爆出了一个大秘密。什么秘密？他说云舒根本就没有怀孕，是假的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傅仪、御医都给他诊出喜脉了。江光海说他娘死前留下过秘药，能造成假孕之象，他医都诊不出来。等快瞒不住的时候，就假装流产。绿柳，干娘，你没有听到什么风声吗？我觉得那些人看我的表情怪怪的。姨娘，打探到了，府里私下里在传您是假怀孕，系统没检测到危险，这什么情况？还是他只检测生死危机？这种谣言他不管。查，给我严查！到底是谁传出来的这样诛心的谣言？夫人，说江姨娘假怀孕的是他爹江光海。把云舒给我叫过来。夫人，奴婢委屈。快起来，我信你，你还怀着孕，可别动了胎气。你是不是赌输了钱，没银子还账，被人抓到把柄了，所以才要听幕后黑手的，这么坑害我？你这个逆女还执迷不悟！你拿了秘药装怀孕，要用这种法子带着全家富贵。你娘、你大哥他们得了好处，当然都帮你。爹，执迷不悟的是你。妹妹怀没怀孕，再过1个月就见分晓。你撒这样的谎，不觉得可笑吗？是你们可笑！过1个月，只要她假装流产，御医也查不出来。就因为能这样，你们才有恃无恐。爹，你在说什么蠢话？除非幕后黑手要趁机害死妹妹肚子里的孩子，你赶紧供出幕后黑手，夫人兴许还能给你留条活路。江光海，不想死就赶紧供出幕后黑手。夫人明鉴啊，是他们被富贵迷了眼，奴才才是忠心耿耿的，奴才不想夫人再被蒙骗啊！拉下去！给我好好的审问，一定要让他说出幕后之人。奴才没撒谎，奴才的忠心天地可见。地位，我的地位太低了，才会被逼到如此地步。夫人，奴婢若是假怀孕，一旦查出来，立刻让奴婢不得好死，死后都不能有全尸，尸身会被野狗啃食。休得胡言，我信了你。这1个月无事你就不再出院子了。好好养胎，多谢夫人庇护，奴婢一定好好养胎，不辜负夫人的信任。世子爷，你回来了。世子爷，你真好，你一句话都不多问，就这么相信奴婢，一点都不怀疑奴婢是假怀孕。你爹怎么回事？做了个局？我不知道具体情况，但我相信我爹不会真的害我。我猜他是想用这个法子扳倒祝姨娘。世子爷，你能去看看我爹吗？夫人很生气，命人严审他。我怕他被人打残了，我不能接受我爹真的没了命。别哭，我这就去看看。你父亲若真如你说的在布局，我定会保下他。谢谢世子爷。祝姨娘，世子查到了一些事情，叫你过来和江光海对峙一下。夫人说笑了，妾身与一个马夫有何可对峙的？带人。他不是死了吗？你们骗我！你们说我杀了人，原来是在坑我！江光海，你是不是受祝姨娘指使？夫人明鉴呀，祝姨娘没指使奴才，是这些人。他们说和世子有仇，只要我坑世子，就帮我还赌债。奴才猪油蒙了心啊！老奴有罪啊！溥仪和秋菊，我查到的证据都指向祝姨娘。李嬷嬷，也是你指使的了。你一个嬷嬷，手眼已经通天了。对，就是奴婢，因为奴婢为我们姨娘不公，当年是国公夫人横插一脚，才让我家主子屈身为妾。你放肆，简直胡说八道！
当年是老夫人主动上门求娶本夫人，到了你这贱奴嘴里，就成了我使坏了，故意夺了你家姨娘的正妻之位。去，把老夫人请来。够了，娘身子不好，你想气死她吗？当年那事儿怪我，委屈你了。国公爷对妾身一直很好，妾身不委屈，都过去的事儿了，国公爷不必提了。奴婢恨世子断了二少爷的袭爵路，所以奴婢借柳叶的关系，让府医下药，收买秋菊，都是奴婢打着姨娘的旗号干的。她什么都不知道，她是无辜的呀！国公爷，你不会看不出来，这个嬷嬷在顶罪吧？放屁！祝姨娘就是心思纯真，坏事都是这恶奴做的。是妾身没管好下人，愿去庙里静心思过，只求来日还能侍奉国公爷左右。去庙里清修1年，等世子的孩子出生了再回来。多带点东西，别苦了自己。把这个贱婢拉下去，立刻杖毙！如此恶奴不能留，杖毙，尸身丢到乱葬岗。你父亲有心智，也有狠劲儿，又擅长养马，是个人才。我给他除了奴籍，安排了一个新的身份，让他去西北马场做事，也算做我的眼线。不仅解了后顾之忧，还是一条青云路。世子爷，谢谢你救了我爹，还给他安排了这么好的一条路，让他不仅能为您做事尽忠，还能尽情发挥自己的所长，真是太好了。世子爷，我爹离开前，我能悄悄的去送一送他吗？可以，到时候我来安排。世子爷，你对奴婢真好，奴婢都要感动的哭了。嘿嘿，感动是真的，眼泪是演的，木头是子，就得用情绪牵着走。你现在怎么这么爱哭了？伤心了哭可以理解，怎么高兴了也开始哭起来了？或许是怀孕的缘故吧，奴婢这些日子一直挂心我爹的安危，知道他安然无恙了，就太高兴了。世子爷不喜欢奴婢这样，奴婢以后不会再哭了。世子爷，你千万不要讨厌奴婢。这次你受了大委屈了，你想要什么？奴婢想要家里人都脱了奴脂，可以吗？可以，你大哥脱了奴脂，可继续做我的书吏。你娘他们，你自己看着安排。真的吗？世子爷，你就这么答应了？上次说亲我是为了他自己开心，可他现在已经这么开心了，为什么还亲我？世子爷，你来看看我画的画，是我们的仔仔，怎么样？可爱吧？你看，他有一点点在长大哦，我从他是个小豆芽开始画的。画得很好。爹娘、大哥、大嫂，我们的辛苦没有白费。世子爷、国公夫人，希望你们喜欢这份惊喜。爹爹，爸爸，祖母要保护我们和娘亲哦，我们不能离开娘亲。谁叫你把我喊醒的？我梦见云舒真的怀了2个。夫人恕罪，老奴觉得这是2位小主子给您托梦了，他们知道您这个祖母最是心疼他们。一会儿把云舒请过来。世子昨个派人说了，要为你娘亲他们除奴籍，今天我就让人去办了。世子还格外嘱咐了，要给你娘亲他们备一些房产和良田，我让方嬷嬷挑了一些。夫人，您给的这些太贵重了，奴婢不知道该怎么报答您了。你能把孩子安稳的生下来，就是最好的报答了。夫人，六小姐在外面求见呢，让她进来。母亲，我听说祝姨娘一直烧着，我想去探望她。你若是想陪着祝姨娘，我念及你的孝心，不仅现在让你去，还可准你陪着她一起去山上清修。不过还有3个月就是你出嫁的日子，婚事也只能一并退了。婚事，我的婚事不能退，陆氏也要告退。
少奶奶，云舒的家人都除了奴籍出府了，夫人和世子爷还给了丰厚的田产。他毕竟怀有世子的子嗣，又立了功，该赏。少奶奶，这都2个月了，世子爷一晚都没在后院留宿，这个月是不是该提侍寝一事了？世子爷也太清心寡欲了。等世子爷回来，我问问他的意见，兴许他有其他安排。世子爷，妾身已经吩咐人让周姨娘和郭姨娘准备侍寝了。不用派他们侍寝了。云舒已经怀孕了。那世子想怎么处置他们？妾身也怕他们得知不能侍寝了，难免心生不忿，再做出什么不好的举动来。若他们想再嫁人，便放他们出府；若他们不愿，府里自然养着。可谁有不轨心思，抓住后严惩不贷，扭送官府。是，妾身记下了。世子爷，妾身今日有些不舒服，恐怕不能伺候您了。好生休息，若还是不适，就请大夫看看。少奶奶，您这是为何？为什么要赶走世子爷啊？嬷嬷，我还没想好要不要怀孕呢，而且和世子爷睡觉其实挺难受的。不为了子嗣，我还是觉得一个人睡更好。主子，确定了，周姨娘和郭姨娘都选择不出府。主子，您用了颜料后，小主子的画像越发灵动可爱了。姨娘，你想的这个画画的法子极好，夫人每日看这些婴儿画像，只会对小主子倾注更多情感。只是闲着无趣，想把梦中孩子可爱的样子画下来，倒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。是老奴说错话了。世子爷回来啦，还请世子爷稍等，奴婢这就弄完了。这是在做什么？胭脂？不是胭脂，是在做颜料。奴婢今天把孩子的画像染成彩色的了，觉得这样更好看。可颜料不够用，闲着无事自己做一些。我那库房有不少颜料，你可以找出来用。谢谢世子爷，不过不用了。奴婢怀着孕呢，像朱丹、石绿、石青、藤黄这些颜料都有毒性，奴婢不能用，最好也不要接触。我不知这些。世子爷不怎么用这些颜料，自然不知道啦。我回头找个医女放到你身边。哇！世子爷，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。这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吧？你真好。放肆！你已经除了奴籍，在我跟前不必再自称奴婢。妾身其实是故意没改口的，感觉那样和世子爷更亲近。不过世子爷专门提出来了，妾身就遵命啦。世子爷，妾身想给娘亲找个活计，盘下个茶楼怎么样？这等小事你自己拿主意就行。那等妾身选好地点，拿给世子爷过目一下可好？妾身怕开茶楼有门道，更怕得罪贵人。好，谢谢世子爷。叮，宿主，家人守护系列任务开启第2阶段，事业篇，帮助家人成功开一间茶楼，任务成功，奖励6000宠爱值。6000宠爱值，这任务来的正是时候，我急需宠爱值。虽然现在世子爷每天都来，固定宠爱值有了1000多，但我的花销也大呀。想让自己运气舒服，有安全保证，就得多赚。长公主这条粗大腿不能主动攀附，只能被动触发。世子爷和夫人那边我已经努力了。宿主，系统今天搞促销，你要不要囤点货？保胎丸买1送1，胎梦道具打1折，安神香包买3送2，折扣力度非常大。系统，你是知道怎么让人提前消费的。这么大的折扣，必须买，不买就觉得亏大了。方嬷嬷，我又梦见俩孩子，他们说不能离开娘亲。夫人，按您说的，2位小主子说他们不能离开娘亲，这莫不是意味着等孩子出生后，还是养在江姨娘身边好啊？孩子幼时都亲近亲娘，这很正常。但云舒身份太低，孩子以后还是养在嫡母身边更好，身份也更贵重。若竹，我准备把府里的钟会全交给你打理。母亲，儿媳还年轻，恐怕会有疏漏。不用推脱，你的能力我看在眼里，你可以的。好的，母亲，儿媳知道了。我梦到那孩子了，
孩子还是很可爱的。纵然孩子不是从你肚子里出来的，可你也是孩子的母亲。孩子记你名下，有你照顾，我才能安心。母亲可曾和云舒说过此事？云舒聪慧又懂规矩，他自知身份卑微，能把孩子记在你名下，养在嫡母身边，只会感恩这份恩典。母亲如此信任我，我定然也会把孩子视若己出。长公主府的帖子邀请云舒明日赴宴叙话。母亲，这是长公主私下邀约，儿媳就不去了，多派些护卫跟着，让她自己去吧。方嬷嬷，明日云舒出门，让她坐我平日里的马车，多铺些被褥软垫，备好吃食，护卫也多带几个。先悄悄给江姨娘通个气，让她提前有个准备。小姐，快看！小姐，老夫人说了，您的孩子要记名在世子夫人名下。如果只是记名嫡母，绝对是恩典；但若孩子一生下来就要抱走，那是万万不可。现在才怀孕3月，还有时间慢慢来。爹，宿主，现在可以查看宝宝们的性别了。宿主支付5000宠爱值，就可以提前知道宝宝是男是女了。要不你打个5折，我只想知道有没有男娃行不行？另外一个崽崽的性别，咱们保持神秘就好了，到时候生出来也能有惊喜。有没有男娃，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。现在宠爱值省，能省一笔是一笔。如宿主所愿，扣除2500宠爱值，检测出有男宝宝。行，这下稳了。奴婢拜见长公主。快免礼，听说你也有了身孕，快坐下吧，别折腾了。长公主今年好像也就27吧，这气色也太差了。我好像知道她喊我过来做什么了。丁，宿主又来个人声望系列任务了。这次的任务目标是帮助长公主保住孩子，任务完成奖励6000宠爱值，个人声望值加3%。我要想知道长公主怀的是男是女，需要多少宠爱值？因为不是宿主本人，需要3000。友情提示：长公主身子虚弱，这一胎有点危险，不服用系统给的保胎丸，孩子保不住。行，扣吧。丁，已扣除3000宠爱值，系统检测出长公主怀的是女儿。殿下，您气色看起来十分不好，最近您是不是夜里失眠多梦，心悸不安，还胎相不稳？确实如此，御医也一直让我卧床，可我很难入睡，就像是被什么缠身了一般。殿下，御医的保胎药看来作用不大，您要不要试一试奴婢的保胎丸？前段时间奴婢被贼人踢了肚子，也是服用了这保胎丸才有惊无险。你这保胎丸从何处得来？回禀殿下，是奴婢祖母留下，说是一个到处游历的神医给她的。奴婢一共就2颗，服用了1颗，也就剩下1颗，随身带着呢。殿下，您可以让太医查验一下这药丸。不用，本宫信你不会谋害我。殿下，要不请太医过来给你诊断一下。好。本宫心神不宁，总怕孩子保不住，怕女儿不能再回到自个儿身边。你当时在庙中就能感应到女儿，本身又是有福气的，希望能帮我保住这孩子。殿下，奴婢恳请您让我看看小郡主的画像，也好增加一些感应和羁绊。好。
公主。长公主这脉象怎么如此平稳有力了？怎么了？殿下身子可有不对？没有不对，而是大好了。殿下，请问您服用了什么药？下官不明白，您之前已经，这如今脉象康健平稳，神仙手段啊！是云舒给本宫的保胎丸，多亏了他，本宫觉得身子轻快多了，心情也好多了。能为殿下分忧，是奴婢的福分。任务完成，奖励6000宠爱值，个人声望加3%。敢问您的保胎丸从何处得来？竟然有如此厉害的疗效？是祖母从一个神医处得来，数量不多，已经没了。既然身子无碍，刘太医便先回去吧。今日你又救了本宫和孩子一命，你还想要什么奖励？回殿下，奴婢却有一事相求，希望长公主能同意。哦，你想求什么？先和长公主把关系搞好，最好能一起做一个重要的项目，让她时时刻刻用到我，也能看到我的能力。奴婢手里有几本散乱的医书，上面有教导女子如何备孕、安胎。奴婢想着，若能由殿下您牵头，将其整合编纂，定能帮助无数孕妇，为小郡主积攒无量功德。你想让本宫编书？机会来了，殿下，一旦此书编纂成功，定是功德无量。您作为号召者，此等功绩足以让您青史留名，被后世称赞。这丫头倒是会画饼，只讲好处，坏处半分没提。若医书错误百出，害死孕妇胎儿，这功德岂不成了滔天灾祸？你祖母是做什么的？如何保证那医稿上的内容都是正确的？冷静理智，这才是我想要的合作伙伴。回殿下，奴婢祖母幼时曾得一位云游神医所救，数十年后重逢，那神医鹤发童颜，与幼时所见一般无二，便赠了些医稿。至于如何减少错误，奴婢想的是可定期召开研讨会，请太医院的太医与京城名医共同审稿，集大家之所长。编纂医书不是小事，明日你把医稿送来，我先让太医们看看。若此事能成，你献书之功，本宫绝不会忘。夫人，奴婢今日差点就回不来了。怎么回事？不是说长公主还厚赏了你吗？长公主胎相危急，太医束手无策，是奴婢献出了祖传的保胎丸，才保住了龙胎。奴婢骗她说那是最后一颗，实则还藏了一颗。好孩子，做得对，机灵。所以，奴婢凭着这保胎的功劳，斗胆向长公主要了一个恩典。奴婢出身卑贱，不想将来给肚里的孩儿拖后腿。哦，你要了什么恩典？奴婢提议长公主牵头编纂一本关于妇人孕产的医书。挺好，挺好的。可奴婢怕二老爷那边，他定会骂奴婢不安本分，有辱斯文。他敢？方嬷嬷，老奴在，去门房传话。二老爷、三老爷，还有世子爷回府后，一并请到我这儿来。这成何体统？你一个奴婢，居然还想著书立说，简直无法无天，有辱斯文。二叔，谨言，你回来的正好，赶紧管管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妾室。老夫苦读30载，尚不敢修书立传，他一个奴婢竟敢有此妄念。妾身见过世子爷，此事妾身已求得长公主殿下牵头，并非妾身一人之功。很不错，你求长公主来牵头此事比我更合适。你竟偏宠她至此，连读书人的脸面也不顾了。二老爷，三人行必有我师，我只是献出医书，提议编纂，何来著书立书？您如此批评我，说我不配学习，岂非有违先贤教诲？好了好了，老二，都是一家人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你能编出个什么书来。二叔慢走，届时医书编成，还请二叔不吝赐教。著书立说，攒名望，他的眼界早已不在后宅了，而我还在纠结怀不怀孕。劳世子挂心了，妾身只是夜里染了风寒，世子快回吧，别被妾身传染了病气。
无碍，你如此焦虑难安，是因为子嗣的问题，害怕怀上嫡子也会被迫害。对，妾身是怕。我甚至已经不考虑怀孕了，只想把云舒的孩子记在名下，当做嫡子。世子又是如何想的？如果云舒生下男孩，我再生下嫡子，世子就不怕自己也偏宠庶子，嫡庶相争，又弄得府里大乱。人心偏替难以避免，我也不能说自己能做到，也因此才有宗正法和嫡长子继承制，用此来约束人心。你若生下嫡子，必然会是嫡子袭劫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规矩是死的，人心是活的。世子就云舒这又争又抢的劲头，你觉得她不会是下一个祝姨娘？云舒不会。若妾身不想冒险怀孕，世子可会怪罪？不会。有世子这话，妾身倒是安定多了。妾身累了，世子回吧。世子爷，少奶奶病得可重，妾身想去探望，都被秦嬷嬷请回来了，说是怕染了病气。退热了，没有大碍。世子爷，你这眉头都皱一块了。少奶奶无事，那就是妾身让你烦心了。若你生下了儿子，柳氏又一直无子，这孩子是要继为嫡子，抱到柳氏身边养着的，你可有什么想法？妾身只盼着孩子3岁前能养在身边，3岁后如何启蒙学规矩，就由世子爷和少奶奶来教导。若是刚生下来你就要把孩子抱走，不让妾身亲近，妾身肯定会怨的。世子爷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只是怨？不止，我会因此心生恨意。世子爷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这样的她怎么会成为下一个祝姨娘呢？你可真敢说！妾身只是不想骗世子爷，从生母旁边夺走刚出生的婴儿，这是违背人性的事情，没哪个女人不恨的。那些嘴上说不恨的，都是骗人的。要是还感激涕零，那更假了，估计心里想的都是杀人了。好的坏的，都被你给说完了。那世子爷是答应了？好，3岁前养在你身边。谢谢世子爷。没了规矩还不起来？再让妾身多抱一会儿嘛，妾身喜欢这样抱着世子爷，觉得特别舒服和安心。世子爷身上的味道也好好闻。我用的熏香是你调制的，那不一样的，同样的香用在不同人身上，味道会生出变化的。世子爷身上的味道更好闻。明天我休假，你可以和我一起出府见你父亲。过2日他就该出发了。谢谢世子爷，不过世子爷就不要陪妾身一起去了，少奶奶还病着呢。您带着我出门，不管去做什么都不太好。我就以见长公主的名义出门，中途转移道就好了，可以吗？随你安排。若竹这孩子太操劳了，也怪我把府里中贵都交给他打理。夫人说的是，少奶奶确实是劳累所致，这刚上手，事情又杂又乱，她肯定没休息好，就容易染风寒。只是若竹这一病，夫人，郑国公夫人来了。什么？亲家亲自来了，快去迎！去看看世子呢，他岳母上门了，他也该出来见礼的。夫人，世子爷在书房呢，得了消息，世子爷已经去少奶奶那边的院子拜见郑国公夫人了。那云舒呢？冯氏估计也要见他的，让他做好准备，守规矩回话。世子爷说江姨娘出门了，去了长公主府。这怀着孕呢，怎么还主动外出了？长公主又没有召见她。长公主召见江姨娘，请她立刻去公主府一趟。拜见岳母，岳母近日可好？贤婿免礼，我一向安好。倒是若竹说你公务繁忙，你也要多注意身体。多谢岳母关怀。世子，听说江姨娘聪慧过人，又很有福气。刚才若竹可是将她好一顿夸，说的我都想见见她了。不如世子派人将她叫来。她去了长公主府。那确实不赶巧了，
这次见不着，那就等孩子出生后再见也一样。我呀，也是盼着他能一举得男，解了世子一直没子嗣的局面。借岳母吉言，小婿先告退了。就因为那个江姨娘攀上了长公主，才把你给气病了。娘，你没见她，只听听她做的那些事，就该知道她的厉害。我是觉得自己再也压不住她了，心里憋屈的慌。她是妾，你是主母，她怎么都越不过你去。她能生孩子，对你也是好事。既然你无需用孩子顾宠，你就别怀了。可是，娘，我就这么过一辈子，这日子过的一眼就望到了头，没有任何期盼。行了，别胡思乱想了。那个江姨娘不是提议让长公主组织编纂医书吗？若是长公主同意了，你也跟着掺一脚。娘，你让我去抢云舒的功劳，我不要，我还要脸呢。什么抢功劳？你是世子正妻，长公主面前，你比她更有资格露面。她献书，你出力，各取所需。你若不想掺和，就管好府里的钟馗，别逼歪歪的躺床上，这才是让人看笑话呢。娘，你不疼我了。儿女都是债。云舒，昨夜本宫梦见小郡主了，她说遇见了有缘人，让本宫多攒功德，她才能顺利出生。郡主一定是感应到了殿下的不安和思念，才给殿下托梦呢。本宫想通了，这医书本宫编了。刘太医说医书上有他闻所未闻的内容，怕错漏百出。可女儿让本宫攒功德，这就是指引。殿下英明，有太医院的太医们共同审稿，定能去伪存真。你献书之功，本宫记下了。闺女，你怀着孕呢，别生气哈，爹知道错了，以后不会再瞒着你私自行动。爹，你身上的伤都养好了吗？早养好了，世子爷的人还教了爹几手拳脚，爹给你耍一耍。爹，不错啊，你该不会是个练武奇才吧？嘿嘿嘿，爹也这么觉得。看我这次去大西北，一定老实窝着，听世子爷的安排，绝不胡来。爹，你把自己污蔑成渣爹，借此脱离国公府，到底还藏着什么计划？老实交代。你祖母生前一直惦记着娘家人，想找到他们，爹想着不如借机出府去寻一寻。就这有什么可瞒的？你祖母说，当年家族是被冤枉的，可你知道判你外曾爷爷的人是谁吗？当今陛下。谁？当今陛下。你外曾祖父当年是太子府的少詹使，被那时的燕王，也就是当今圣上，判定泄露了科举考题，因此抄家，男的流放，女眷被发卖教坊司。太子府少詹使从四品，铁铁的太子党，罪名是科举舞弊，这是卷入夺嫡之战，被当炮灰了。老皇上当年为扳倒太子上位，外曾主父就这么冤死了，这案子没法翻。爹就怕你外曾道爷那边再冒出个刺儿头，非要翻案，把你和你大哥牵连了，所以爹急着找到他们，弄清楚状况。爹，找人这事儿我来出钱出力，你去西北马场好好给世子爷做事，苟着别惹事儿。听闺女的。丁，宿主家人守护支线任务触发，找到祖母的娘家人，壮大姻亲亲属，奖励1万宠爱值。宿主，你的家族成员太单薄了哦，要多子多福。哎呀，闺女，你这气色真好，脸红扑扑的，这肚子怎么有点鼓起来了？才3个多月，不显怀才对啊。闺女，你不能因为不孕吐就一直吃，得控制。季嫂子，你帮她管着点嘴，姨娘吃的也还好。娘，我没胖很多，就是脸圆了点儿。娘，南红街那边的茶楼选址看得怎么样了？娘这几日乔装成乞丐，天天在那条街上蹲着数人头，哪家生意好，背后东家是谁，娘摸得门清。我的亲娘，你这执行力干啥不能成啊？姑姑，我要有小弟弟小妹妹了。嫂子，你也有喜了？这2天有些犯恶心，我买完菜就去找大夫把了把脉，大夫说有喜了。恭喜嫂子了！刚说完要多子多福，嫂子就怀上了，系统这嘴开过光吧？哎呦，大喜事儿！
我这就去牙婆那儿买2个婆子回来伺候。咱们家现在有条件了，必须金贵点儿。警告！警告！宿主有危险，会危及到你和宝宝们的健康。支付5000宠爱值，可获取具体信息，是否支付？以前都是1万，这回5000。系统，你是不是在打折啊？不是折扣，系统是根据危险等级收取费用。青石街方向，齐王的人在那边准备了几条凶犬，一旦宿主的马车过去，凶犬就会被放出来撕咬马匹和路人，发生混乱，恐怕会伤及宿主和宝宝们。这个破局之法确实很简单，避开青石街就是了。走白云路那边，我要去炒货铺买些蜜饯。江姨娘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江姨娘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啊。你们怎么在门口呢？世子爷和国公夫人找我有事。刚才六小姐在青石街被几条恶犬袭击了，马车彻底失控。六小姐被救下来时披头散发，妆全花了，吓得瘫在地上哭呢。齐王这猪队友居然认错马车搞到陆诗瑶头上了！天哪，太可怕了！快随我去见夫人，报个平安。夫人，您今天可是救了奴婢和孩子一命啊！哎呦，这是怎么说的？奴婢路过夫人给我娘他们的宅院，念及夫人恩情，特意去买了一些蜜饯。若非夫人，奴婢和肚中孩子恐怕就遇上那群恶犬了。是你这孩子知感恩心善，才有这福气。这丫头定是又在哄母亲开心。世子也过来了。母亲，我带她出去走走。世子对云舒十分上心了，都亲自来接她了。世子爷也是惦记着江姨娘肚里的孩子呢。云舒确实是个讨人稀罕的丫头，世子上心也正常。恶犬伤人，应该是人为，你真是机缘巧合的避开的。世子爷，其实是妾身自己缠蜜饯了，借花献佛讨夫人欢心，您不会怪罪吧？怪会哄人。那恶犬定是祝姨娘他们设的局，结果坑了六小姐，想想就解气。妾身一想到他们自食恶果，就忍不住想乐。世子爷，你知不知道我祖母的出身来历？你父亲告诉你什么了？我爹说，祖母是前朝太子府少詹事温鹤年的嫡女，温家因科举泄题获罪。可我爹觉得祖母不是那样的人。世子爷，妾身想找一找温家人，可以吗？我已经派人去寻了。世子爷怎么这么好？妾身好喜欢你啊！妾身这么亲你，你不会觉得妾身很放肆吧？你说呢？妾身觉得这样很好。我看医书上说，女子3个月后只要小心一点。胡闹！你怀着孕呢，别想这般胡来。妾身也不敢的，怕伤及孩子。这清心寡欲的男人随便拿捏。世子爷，你摸摸，妾身的小肚子有点微微鼓起了。我娘还说妾身是吃的太多胖的，妾身觉得是孩子长大了。应该是孩子长大了，不知道生出来是什么模样，会不会像他画的那样？一群废物！认错马车不说，反倒让那丫鬟落了个自带祥瑞的名声。无非或许这丫鬟真有几分本事，这次就避过了青石街。既然大家都觉得她怀的是锦鲤转世，有逢凶化吉的能力，那咱们就帮她在外面多造造势。母妃高明，
父皇最忌讳这些玄虚之事，把陆谨言和那孩子捧上天，说有人皇之资，父皇必定杀心骤起。我这就去办。不着急，好好布置。最佳时机是等那孩子出生，咱们再送他们一个天降奇象。是。诗瑶那丫头也受了惊吓，多准备些物品赏她。主子，您这冰块用的分力已经比少奶奶还多了，就算有皇后娘娘刚赏赐的恩典，再继续去要，是不是不太好啊？怕什么？皇后娘娘纪念着我献医书给长公主保胎的功劳，特意降了赏赐，我多用点冰怎么了？母亲刚才在前院发了话，让你安心养胎。长公主编纂医书，组织人手的差事，交于我来办。这本是你的提议，如今交给我，你……少奶奶折煞妾身了，妾身身子越发重了，实在有心无力。这大热天的，还要少奶奶多跑腿费心，是妾身给您添麻烦了。这怎能叫麻烦？一旦医书编纂成功，也是给世子爷的子嗣攒功德。姨娘身子康健，胎相很稳，我去做些药膳，姨娘可多吃些。主子，这江医女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里搓药丸，话都不说一句，她真的可靠吗？不会是别人派来害您的吧？这倒不用担心，一旦她起了害心，系统会有预警。不过人才总有些脾气，今晚找她散散步，摸摸底。江医女，你来府里也有些日子了，可还习惯？有血腥味儿，先回去。去叫世子爷院里的护卫和小厮带上火把，查清楚那边到底是什么。这里味道最重。这两只猫不会是周姨娘养的吧？我听说周姨娘那边人下午就开始找猫了，说是丢失了。这是把周姨娘养的猫虐杀了，埋在我院子外面，污蔑我杀的猫，然后让周姨娘对付我，这手段真是狠毒又低级。把这事儿告诉夫人、少奶奶还有周姨娘。可被吓到了，你和孩子没事吧？多谢少奶奶关怀，妾身没事。江医女闻到有血腥味，妾身就立刻回来了，之后才派人去查看，妾身也没亲眼见到，就没被吓着。对，就该如此谨慎小心些。我听下人的回话，都觉得毛骨悚然。你要是贸然瞧见了，肯定会吓一跳，说不定会因此动了胎气。这虐杀猫的人，或许打的就是这个主意。听说那猫的尸身是从土里扒拉出来的，要不是江医女嗅觉灵敏，妾身是发现不了的。要是想吓唬妾身，不用买，直接丢在路边更合适。我的糯米团团，天杀的畜生，谁干的？我要杀！我出去看看周姨娘，把她带离你这院子。你别和她打照面了，我觉得她精神有点不正常了，免得她脑子不好使，觉得是你害了她的猫，再突然发疯往你身上冲撞。妾身多谢少奶奶如此细心周全的庇护。今日多亏你发现了异样，库房里的名贵药材，明天你进去看看，有什么需要的随便取用就行。多谢姨娘。听绿柳说你还翻看了猫的尸身，有异样吗？剖膛破肚的手法很潦草，是新手。这你也懂啊？你难道之前还验过尸体之类的？我爹是仵作，我跟着学过一些验尸方面的东西，还兼职过法医呢，确实是个人才。失敬失敬，让你跟在我身边，着实委屈你了，没法让你施展才干。姨娘谬赞了，不敢当。姨娘不嫌弃我做过仵作不吉利就行，自然不会。在我这儿，职业不分贵贱的。虐杀猫，还埋在云舒的院子外面，这才消停了几天，又开始作妖了。夫人，老奴听过坊间传言，将虐杀的猫埋在人居所附近，这是要破了那人的时运，招惹邪祟啊！这是冲着江姨娘的胎去的。这太阴毒了，无异于巫蛊之术！给我查，把府里所有人都给我审一遍，掘地三尺也要把这毒妇找出来！
夫人，查出来了，是六小姐让小厮抓的猫，杀了后埋到了江姨娘院墙外面的花丛里。把六小姐叫过来。母亲，我是无辜的，我没有让人去虐杀猫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夫人饶命，不是六小姐，都是奴婢干的。奴婢听信坊间传闻，说虐杀猫埋在人住所附近就能吞噬掉那人的福气。奴婢是想替六小姐除掉江姨娘的福气，出一口恶气。你和那李嬷嬷倒是真像，都是忠心为主子的好奴才。但我可不是国公爷，会信你们这种鬼话。陆诗瑶，你既然觉得自己福薄，明日就上山给自己祈福，去和你娘亲做个伴儿。母亲，我还有1个月就出嫁了，我怎么能去山上？母亲，妹妹就算管教下人不严，拔朝女戒便是。你把她赶上山，这明摆着要搅黄她的婚事。这话倒是提醒我了，结亲是结两性之好，可不是结仇拉恨，更不是把自家品性败坏的闺女送到对方家里去坑害人家。我明日就请镇北侯夫人过来，让她判断这门亲事还合不合适。母亲，你怎么能这么害我？母亲，六妹妹这门亲事可是容妃娘娘撮合的，您这般做，让娘娘知道了，恐怕会怪罪。那就让娘娘怪罪吧。来人，把六小姐带回院子关起来，不准她再出门。放开我！夫人，六小姐的婚事黄了，会不会影响还未出嫁的五小姐还有七小姐她们啊？不会，明天二弟妹和三弟妹她们还得跑过来感谢我呢。这从何说起？自从陆诗瑶这个庶女得了个好亲事，狠狠地压了他们的嫡女一头，没把他们给膈应死，说亲都不好说了。原来如此，还是夫人思虑周全。回头让人给云舒房中打一个冰切，他用冰盆降温，效果不佳。那冰篮子也给他的门帘上挂2个。是。还我的团团，还我的糯米！你这个毒妇，去死吧！啊，我的脸，我的脸！报应，这就是报应！快把周姨娘扭送回院子！夫人有令，周姨娘得了失心疯，以后永远不准踏出院门半步。世子爷，今日可被吓到了？没有啊，妾身都没去看。怎么这么烫？大夏天的，还是以前凉凉的手摸着舒服。为什么松开了？世子爷，你上来陪着妾身躺一会儿好不好？世子爷，你都查到我祖母和温家人的什么消息了？妾身好想看。明日拿给你。世子爷，今晚你要在这儿留宿吗？不了，你好好歇息。妹妹，都办妥了，茶楼开始装修了，中秋节前夕就能开张。只是这乐集和说书人，咱娘还没找到合适的。找不到名气大的，咱们就自己捧，找那些落魄的老名伶，给他们绝顶的好词，不怕不红。苏氏大大，对不住了，借您的千古绝唱一咏，何似在人间？这词，妹妹，你竟然能做出这么好的词！抄的，抄的！做这首词的大人已经不在了，大哥可要藏好了，别让人知道是我写的。放心，我这就去寻人传唱。苏氏大大，您的词在另一个世界也能火，真不赖。这些词作又是从你祖母那里得来的？当然不是，这是妾身无意中得到的一本诗集，见写得好就背下来了。名伶可以捧，但这事你不要出面，也别让母亲知道你有参与。妾身本来就只打算告诉世子爷的，因为妾身知道世子爷最是宽容大度了。世子爷，那妾身自己写一些话本子，拿去给说书人在茶楼里讲，好不好？妾身保证不对外说是自己写的，写完一定先给世子爷把关。你写完我先看看。世子爷真好，不可再邀宠。世子爷，妾身没有邀宠侍寝的意思，妾身是喜欢你才想亲你的。世子爷，你摸摸，再过1个月就能感受到胎动了。脉象滑稽，如珠走盘，且往来流利，应指圆滑，如按圆珠，此乃双脉之象。恭喜夫人，却是双生之喜。好，开梦骗不了人的，梦里就是2个孩子，辛苦刘太医了。来人，重赏，好生送刘太医出去。
传我的话，赏全府下人1个月月银。怀2个辛苦，但孩子们定会保佑你平安。放心，稳婆4个奶娘，我这就去寻最好的。妾身一点都不担心。世子爷，妾身查出怀了双胎，你一点都不惊喜吗？我早有预料，相比喜悦，我更忧虑你不能平安生产。不会的，宝宝们会保护我的，对不对？孩子刚动了。他们在回应妾身呢。丁，给仔仔起名，任务发布，奖励2000宠爱值，送分题来了。世子爷，妾身查出双胎，你怎么奖励我啊？5000两，从我私库出。拿钱砸我，防止我邀宠是吧？主子，成了！茶楼爆满，苏姑娘的曲子绝了！钱是赚到了，可二老爷家的二少爷中举，府里天天摆宴，世子爷都3天没来见我了，我的日常 KPI 要断了。绿柳，去前院传话，世子爷今晚赴宴回来，无论多晚，必须来见我。世子爷，世子爷，妾身都3天没见你了，肚子老是发紧，孩子也冻得厉害，夜里都睡不踏实，腰也酸得很。肚子发紧，有没有规律性的疼痛？要不要立刻叫江医女？没有，就是世子爷不在，妾身怕。你明晚来陪妾身用膳好不好？好，明日回来陪你。丁，撒娇任务完成，奖励5000宠爱值。警告：预产期倒计时100天，请宿主准备待产包。倒计时？要不要这么刺激？找到温家人了，目前只有你祖母大哥那一脉，有关他们的具体信息不好书信传递，等我的人从琼州回来才能得知。能找到一脉也是极好，多谢世子爷。今日孩子们闹腾的可厉害，肚子还发紧吗？乖得很，世子爷莫要忧心。我去前院处理些卷宗，若有任何不适，立刻让人来寻我。等我回来。主子，长公主府送来厚礼，说殿下用您献的医书平安产下小郡主了。丁，寻亲知县完成，奖励1万宠爱值。丁，长公主平安生女，医书任务完成，奖励3万宠爱值。丁，声望达标，惊喜福利掉落10万余额，我从来没这么富过。宿主，你可以花宠爱值给2个仔仔点天赋点了。虽然天赋点是随机的，但不论是哪个，都可以让2个仔仔变得更可爱、更天才。一个天赋点要100万，也太贵了吧！你抢钱啊！刚以为能喘口气，系统这割脚菜的镰刀就挥下来了。这跟现代砸钱报普小班有什么区别？你这生子系统的套路也太深了。宿主，加油哦！你这么厉害，你可以的。因为你一直以来的优秀表现，系统特送您无痛分娩服务，不用额外花宠爱值。呵呵，这不是你当初绑定的承诺吗？拿来当福利送，套路真深。系统，这气氛太压抑了，我的无痛分娩没问题吧？警报！警报！宿主，有大危机来临，花费1万宠爱值，可以了解详情。同意支付。容妃与齐王预谋制造天降异象，诬陷双胎为真龙之子，构陷世子爷造反篡位。皇权降维打击，抄家灭门。想来个皇权降维打击，顺便把世子爷也卷进，给他安一个真龙天子的身份，让皇上再也容不下他。系统，你能查到他们怎么制造的异象吗？
会有什么效果？可以，宿主稍等。3步连环，从流言到异象到命格，这是要把世子爷架在火上烤，让皇帝猜忌，失去圣心。好在是没科技特效的古代，能折腾的也有限。还是让我来给你们一点儿科技与狠活的震撼吧。世子爷，破水了，妾身这次真的要生了。来人，叫稳婆！恭喜主子们，是个小公子，生得极其干净漂亮，骨血结实着呢。好，世子总算有后了，快让祖母抱抱。好，赏全府上下赏2个月月银。这么漂亮健康的长子，若是第2个孩子难产了，孩子和云舒都死在里面，这孩子便只能养在我膝下，和我亲生的一样。母亲，外面冷，把孩子抱隔壁屋里去吧。瞧我都高兴的忘了这一茬了，外面冷得很，可别把我宝贝孙儿给冻到了。哎呦，第2个孩子胎位不正，卡住了。乖宝不哭，怎么突然哭得这般厉害？母亲，定是惊着了，让儿媳来哄哄吧。这孩子怎么？把孩子给我。这孩子真知道和谁最亲呢，爹爹一抱立刻不哭了。世子爷，夫人，孩子的胎位一直正不过来，江一良难产大出血，要是有个万一，保大还是保小？保孩子，保大人，保大人。说他有半点闪失，你们全都要陪葬！给我保大人！什么保大保小？情况危急，立刻让府医进去，必须母子平安。胎位正过来了，看到了，出来了！恭喜主子，又是一位小公子，母子平安！哈哈哈！双林临门，好得很。容妃、齐王，你们不是要真龙降世的异象吗？我这就给你们送一份大礼。系统，赶紧把准备的天降异象露出来，抢在齐王等人的前面。已准备就绪，异象释放。天啊，那是什么？我的个乖，还真是双林临门啊！阿弥陀佛，我这俩宝贝孙儿果真不是凡人。竟然真是锦鲤转世，还引来麒麟！我要是没喊那句保孩子，如果这孩子能记在我名下，云舒，你怎么配拥有这样的福气？我好不容易说动国公爷回府，就为了让陆谨言遭圣上猜忌，失去倚仗，谁想竟被云舒这贱人用麒麟献瑞的把戏搅了局。他这一闹，我们辛苦准备的乾隆在渊传言，还有相国寺的天书、白燕异象，全都派不上用场了，全完了！国公爷、世子爷，麒麟现世，天下大安啊！定然是因我朝陛下乃不是出之人君，四海升平，才能让祥瑞降临。国公爷和世子爷又是陛下英骨之臣，尽职尽忠，如此祥瑞才会被2位小公引来降临府中。这是圣主恩泽，富集忠良啊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臣陆谨言叩谢皇上恩泽庇护。皇上啊，都是您英明神武，才得以让麒麟现世啊！老臣得遇明主，感激涕零，唯有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为您尽忠啊！好一个圣主恩泽，
一句话就把降服安在皇上头上，彻底堵死了我们的路。这个降服安绝不能留。父亲，请立刻随我入宫，当面向圣上禀报降狱一事。叩谢圣恩，恳请圣上为孩子们赐福赐名。好，母亲，府里交给你了，严令下人不可乱议祥瑞，若有提及，必是皇上恩泽。还有，两孩子和云舒，劳烦母亲多照料。这何须你嘱咐？主子，两位小主子死活不肯吃奶娘的奶，一碰就哭，这可怎么好？卷王宝妈的任务正合我意，我的孩子自然要和我最亲。主子，府里都在传麒麟现世，是因为有皇上这个明君，两位小公子是锦鲤祥瑞的化身，才能把麒麟引到国公府的上方。国公爷和世子爷已经进宫谢恩求赐名去了。大哥反应真快，世子爷也没掉链子，皇权这边的危机算是化解了。接下来该控制市井舆论。六六，你立刻去找我大哥，让他交代茶楼的苏枕月和说书先生，马上把锦鲤双子引麒麟、圣主在位、世道清明的故事编排出来，在京城各大茶楼散播出去，越快越好。奴婢明白，这就去。府里的管事都已经敲打过了，关于祥瑞的事，谁敢乱嚼舌根，直接打死发卖。母亲思虑周全，云舒这俩孩子生得极好，又自带麒麟祥瑞，毫无疑问，咱们国公府下一代的门楣都要靠他们撑起来呢。母亲，既然如此，为了安定人心，这早日定下嫡子之事，您看是不是该提上日程了？